大家好，今天的主题是关于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。高血压是一个常见的疾病，它可以引起许多健康问题，例如心脏病、中风和肾脏疾病等等。所以，预防高血压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，我们来看看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，帮助你预防和治疗高血压。如何预防和治疗高血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我们改变生活习惯，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。但是，如果你希望快速有效地控制高血压，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减少盐的摄入量。摄入过多的盐会导致体内水分增加，使血管充血，进而提高血压。因此，减少食物中盐的摄入量是快速降低血压的有效方法。建议每天摄入的盐量不超过5克。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消耗体内的脂肪和糖分，降低体重，进而减少心脏的负担，降低血压。每天至少30分钟的运动可以有效地控制高血压。减少压力。压力是导致高血压的主要因素之一。减少压力可以让我们放松身心，进而降低血压。可以通过做一些瑜伽、冥想等放松身心的活动，或是听音乐、看书等方式减轻压力。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。咖啡因会使得心脏跳动加速，进而增加血压。因此，减少饮用咖啡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血压。有效的控制高血压需要我们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例如减少盐、咖啡因的摄入量，增加运动量和放松身心等。此外，我们可以设定目标和计划，尽可能专注且不分心，进而提高工作和生活效率。除了上述提到的方法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治疗高血压。饮食调整。除了减少盐的摄入量外，我们还可以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，特别是含丰富钾质的食物，如香蕉、橙子、芹菜等。同时，避免食用高脂肪和高糖分的食物，特别是快餐和垃圾食品。戒烟和限酒。烟草和酒精对健康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，尤其对高血压患者更加危险。戒烟和限酒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的风险，同时还有益于身体健康。定期测量血压。定期测量血压可以及时发现高血压的情况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建议每个成年人每年至少测量1次血压。遵循医生的建议。如果你已经被诊断为高血压患者，那么最好遵循医生的建议，按时服用药物，定期检查，并尽可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例如，可以尝试一些草本茶，例如绿茶、绕离子茶等等，这些茶可以帮助你降低血压。此外，一些营养补充品，例如鱼油和葡萄籽提取物等等，也被证明可以帮助降低高血压风险。有很多研究案例和情报来源可以提供，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案例和来源。减少盐的摄入量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超过5克。一份发表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的研究显示，减少盐的摄入量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，进而减少死亡率。该研究还指出，即使在没有高血压的情况下，减少盐的摄入量也可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。来源：w.name.2.2.10.1056-1056-1056-MI1311889。运动。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，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或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以控制血压。一份发表在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的研究显示，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，并且改善心血管功能。来源：w.zac.org-2.4-10.1016-j.zac.2018.07.052。减少压力。一份发表在 Journal of Hypertension 的研究指出，心理压力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。研究显示，减少压力可以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。可以通过做瑜伽、冥想、深呼吸等放松身心的方式来减轻压力。来源：journals.www.com/j-hypertension/abstract/2014/1/2014/fact_stress_on_hypertension_hypertension reduction_in.for data-spx。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。一份发表在 Hypertension 的研究指出，摄入过多的咖啡因会使得血压升高。该研究发现，摄入400毫克以上的咖啡因会使得血压升高，因此减少饮用咖啡、茶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可以帮助控制血压。一项2011年的研究显示，而每天摄取200毫克或更少的咖啡因与低风险的高血压之间存在关联。此外，一份2012年的研究发现，摄入咖啡因后会使人的血压升高，而停止摄取咖啡因后可以使血压降低。减肥。如果你超重或肥胖，减肥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的风险。根据美国国家心脏、肺和血液研究所的一份报告，每减重1公斤，收缩压就可以下降1毫米汞柱，毫米 Hg。因此，减少饮食中高热量、
高脂肪的食物，并进行适量的运动，可以帮助你快速降低体重和血压。合理的饮食习惯，除了减少盐和咖啡因的摄入量，还可以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预防和治疗高血压。例如，多摄取蔬菜、水果、全麦产品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可以帮助控制血压。此外，减少饮酒和吸烟也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的风险。定期测量血压，最后一个案例是定期测量血压。如果你已经被诊断为高血压，定期测量血压可以帮助你控制血压，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此外，定期测量血压也可以帮助你预防高血压的发生，及早发现和处理潜在的血压问题。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，或者更频繁的测量，特别是当你有其他高血压风险因素时。此外，一些研究还发现，定期进行心理疗法可以帮助减少压力，进而降低高血压的风险。例如，一项发表在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发现，接受心理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值下降了约10毫米汞柱，而接受虚假治疗的对照组患者的血压值则没有显著变化。另外，一些研究还发现，摄入含有丰富类黄酮物质的食物，如葡萄柚、红葡萄酒等，可以帮助降低高血压的风险。例如，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上的研究发现，每周摄入3到4次丰富类黄酮的食物，可以使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下降约4毫米汞柱。以上这些研究都是经过科学严谨的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。资料来源包括《柳叶刀》、自然的通讯心理学期刊、美国心脏协会期刊等权威学术期刊。以上这些方法都是可以有效的控制高血压的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这些方法只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案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适用。对于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按时服用药物，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。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需要长期积累的良好习惯，如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、适度运动、减少压力等等。而快速有效的降低血压的方法包括喝红甜菜汁、深呼吸、减少盐和咖啡因的摄入量、运动和减少压力等。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评估和适当调整。最后，如果已经被诊断出高血压，则需要采取适当的药物治疗，与医生制定有效的治疗计划，并坚持按照计划进行治疗。综上所述，高血压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疾病，但是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治疗，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它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威胁。希望这期节目对您有所帮助，谢谢收看。